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來問你個問題：當我們談到全球碳排放，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元兇是什麼？可能是滿街跑的汽車、天上的飛機，或者是工業區裡那些冒着煙的工廠。但如果我告訴你，那個最大的卻也最容易被我們忽略的碳排巨獸，其實就是我們每天生活、工作、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建築物呢？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誇張，但這不是危言聳聽。數據告訴我們，全球將近一半，沒錯，就是高達49%的溫室氣體排放都跟建築物脫不了關係。這個比例已經非常驚人了。但如果我們把場景拉到像紐約這樣高度發展的大都會，建築物的碳排佔比更是直接飆升到總量的2/3。這是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又極度重要的事實。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好好的拆解這個龐大的議題。我們會從訂立建築碳排的真正關鍵，也就是隱含碳開始，然後呢，揭示一個可能會顛覆你過去想象的核心觀念。接着我們會用紐約市的真實數據，還有2個非常精彩的改造案例來證明這個觀念不只是空談。最後我們再來看看，如果要讓這個理想普及，未來的挑戰與機會到底在哪裡？好的。要真正理解一棟建築的碳足跡，我們得先建立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那就是建築的碳排放其實有2種，而且這遠遠不只是關乎我們每個月繳了多少電費這麼簡單。首先是大家比較熟悉的營運碳排，這就像我們買了一台車之後，每天開車上路需要消耗的汽油。也就是說，建築物啟用之後，用來照明開冷暖氣、維持日常運作所持續消耗到的能源。但今天真正的關鍵是另一種更隱蔽也更巨大的碳排，叫做隱含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為了打造那輛車，從開採礦砂、煉鋼、製造零件到組裝成車，整個製造過程所產生的巨大碳足跡。那對應到建築上，就是從開採原料、製造鋼筋水泥、運輸到最終蓋好為止，這所有過程是一次性的 upfront， 也就是預先支付的巨大排放。所以關鍵點就在這裡。每一棟建築物在它誕生的那一刻，就已經預先投入了巨量的隱含碳。這是一筆已經沉沒了、無法回收的碳投資。因此，每當我們選擇拆掉一棟舊建築，無論理由是什麼，我們實際上就是把這筆巨大的碳投資直接丟進了歷史的垃圾桶裡。當我們一旦理解了隱含碳是一筆已經投下去而且無法回收的成本之後，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解決方案自然就浮現了。而這也正是我們這次分析的核心觀念。最環保的建築就是已經蓋好的那一棟。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但它背後的邏輯非常深刻。當我們選擇保存、改造、再利用現有的建築，我們其實就是在保存它體內那筆巨大的隱含碳投資，避免了從零開始再一次的巨大碳排放。這個策略就叫做適應性再利用。OK， 這個概念聽起來很棒，但口說無憑嘛，實際上到底能省下多少碳，這就需要數據來證明了。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一個在紐約市進行的大規模研究，用數字說話。有一個研究團隊，他們分析了紐約市足足222棟相對老舊的辦公大樓。他們想知道的是，如果把這些樓改造成住宅，而不是直接拆掉蓋新的，到底會對整個城市的碳排放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且他們鎖定的目標是從1960年到1999年之間蓋好的大樓。你想想看，在很多人眼裡，這些建築已經有點過時，能源效率可能也不太好，算是城市裡的舊建築，似乎是拆除重建的首選目標。但研究結果可以說是相當驚人。如果我們把一切照舊，
也就是猜到舊樓蓋新住宅的總碳排放，當作是一個100%的基準線。那麼，透過改造這200多棟舊辦公大樓，到2050年的總碳排，你猜會是多少？答案是，竟然只剩下原本的46%。這意味着，光是這一個決策就能夠減少超過一半，整整54%的碳排放。這個數字完美地展示了保留隱含碳所帶來的巨大威力。好，宏觀的數據很震撼，但接下來讓我們把鏡頭拉近一點，看看在真實世界裡，這個概念是如何將廢墟轉變成零碳奇蹟的。第一個例子在紐約的布魯克林。紐約大學接手了一棟廢棄了10多年的大都會運輸署大樓。據說，當時這棟樓的內部根本就像是殭屍恐怖電影的場景，文件散落一地，一片死寂。他們的策略非常聰明，可以說是保留骨架，升級皮肉。他們保留了建築的好骨架，也就是原始的混凝土結構和外牆，這就保住了最大塊的隱含碳。然後，他們只針對關鍵部分進行外科手術式的升級，換上全新的高性能窗戶、現代化的節能通風和照明系統，並且把設計重點放在人的體驗上，最大化自然採光和室內空氣品質。如果你覺得剛剛的例子很厲害，那下一個案例可以說是把這個概念直接推到了極致。在紐黑文市，有一棟閒置了20年的粗獷主義混凝土建築，被改造成了美國第一家營運近零碳排的旅館，叫做 Hotel Marcel。這間旅館的成就是開創性的，它實現了100%全電力運作，完全不使用瓦斯或燃油等任何化石燃料。你可以想象一下，從你洗澡的熱水、餐廳的廚房到飯店的洗衣房，所有的能源通通都來自電力。這時候，很多人心裡一定會有個疑問：等一下，搞得這麼極致，成本一定很高吧？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追求環保是否必然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某種程度的犧牲呢？這一間旅館成功的秘密在於它遵循了被動式房屋的5個核心原則。聽起來很專業，但概念其實很直觀。第一，用高性能的隔熱材料，把整棟建築像穿上一件完美的保暖外套一樣緊緊包起來。第二，消除所有會偷跑能量的結構漏洞。第三，打造一個完全氣密的外殼，確保冷暖氣不會輕易外洩。第四，使用超高性能的門窗，徹底隔絕室外的溫度干擾。最後，透過熱回收通風系統，在引進新鮮空氣的同時，回收即將排出的空氣能量。這5招組合起來，就能讓建築本身的能耗降到最低。我們直接來比較一下這間零碳旅館和一般旅館的差別。從營運成本來看，它驚人的只有一般旅館的1/3。再看住客體驗，因為極度氣密和高性能窗戶，房間變得非常安靜，所以舒適度反而更好。那大家最關心的初始建造成本呢？答案是差不多，因為建築本身的能源需求大幅降低了，所以冷暖氣系統就可以買更小、更便宜的，省下的錢剛好抵消了升級隔熱和窗戶的成本。最後看到碳足跡，一邊是高排放，另一邊在營運上是0，這就證明了一個好的永續方案不只是為了環保，它在經濟上和使用者體驗上都可能是更優越的選擇。好，雖然這個方案聽起來這麼強大，但要把它規模化推廣到每一座城市，還是有幾個現實的挑戰需要去克服。首先是融資，對於小規模的屋主來說，初期的改建費用是一大負擔。再來是測量，隱含碳的計算方式還沒有一個全球統一的標準，不同專家算出來的結果可能差到30%以上。這樣比較和決策變得困難。還有技術問題，很多老建築的舊系統，像是傳統的蒸汽暖氣，要直接轉換成全電氣化，技術上有它的複雜度。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問責。
整個建築行業很會測量數據，但從設計師、建商到屋主，缺乏一個明確的機制來要求某個角色為最終的碳排放總量負責。所以這也留給我們一個反思。在我們急着規劃下一棟閃閃發亮、劃破天際線的新大樓之前，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好好看見那些已經佇立在城市中、靜靜等待被賦予第二次生命的老建築，它們所蘊含的巨大潛力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建築物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源之一，這一點我們不能再忽視了。第二，真正的關鍵不只是營運時的耗電，更在於建造時就已經投入的巨量隱含碳。第三，最有效而且已經被數據和實例證明的解決方案，就是適應性再利用，也就是改造並升級我們現有的建築。這不僅能大幅減少碳排，還可能更省錢，並且提供更好的使用體驗。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